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备受瞩目。许多人不禁思考，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为什么迟迟不敢与中国正面对抗？英国的一位权威专家一语道破真相：原来中国除了核武器之外，还隐藏着一张足以改变战局的王牌。近年来，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的挑衅愈演愈烈，其背后的动机显而易见，遏制中国的崛起，维持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2018年，美国单方面发起对华贸易战，这犹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逼迫中国在谈判桌上让步。然而，这一系列动作不仅打击了两国的经济往来，也让全球市场为之震荡。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封锁行动，华为、中兴等企业成为美国的重点打击对象。美国不仅切断了这些企业获取关键零部件的渠道，还试图通过技术封锁将中国排除在全球科技竞争之外。这种举动无不显示出美国对中国科技崛起的深深恐惧。而在更加凶险的军事层面，美国的动作无疑倍加直接和强硬。美国通过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频繁在中国南海等敏感地区进行军演，进一步增加了两国间的对抗性。美国频繁派遣军舰和飞机进入南海争议水域，公然挑战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这种赤裸裸的军事挑衅不仅在地区内引发紧张，更是向全球展示了美国不惜以武力制衡中国的野心。此外，美国还加大了对台军售力度，提供包括先进战机和导弹在内的武器装备，公开支持台独势力，进一步激化了两岸关系的紧张。通过军事手段，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在外交上，美国像是一名老练的棋手，试图拉拢各方势力孤立中国。他不断强化与日、韩、澳等盟友的关系，频频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摆明了要在中国周边构建一个对抗的联盟。与此同时，美国还利用他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处处对中国发难。无论是在联合国、世贸组织还是其他国际平台上，美国都试图通过造势抹黑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美国的一系列挑衅和遏制动作，无不透露出他对中国崛起的深深忧虑。他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动摇他在全球的霸主地位，所以不断出招，试图将中国压制在他认为合适的范围内。然而，尽管美国不断挑衅中国，但很明显，目前的美国不敢与中国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有人认为，美国不敢开战，是因为中国和美国一样，也是核武器大国，一旦贸然开战，后果不是美国所能承受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在现代战争中，核武器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摧毁敌人，它更像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时刻提醒着核大国之间，战争的代价将是全人类无法承受的灾难。自二战结束以来，核武器在全球的扩散改变了战争的游戏规则，尤其是在核武器大国之间，这种无可比拟的毁灭力量反而成为了一种制衡力量，促使各国即使处在战争的边缘，也最终止步不前。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大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风险变得极高，因为任何形式的冲突都可能迅速升级为核战争。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核打击所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不仅仅是对交战双方，还有可能波及整个地球。正因为如此，核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战争的终结者。也正是因此，美国深知一旦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中国的核反击能力将让这场战争的代价高得难以承受。事实上，正是这种相互确保摧毁的逻辑，使得核武器成为了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平衡器。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在多个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代理人战争，但却始终未曾直接交火。这正是因为双方都明白，一旦核武器被使用，结果将是两败俱伤，甚至是全球的毁灭。这种核威慑理论在冷战结束后依然适用。核武器不仅是防御性的存在，更是一种战略性的制约力量，迫使核大国在面对冲突时保持克制。对于中国而言，核武器的存在同样是一种无形的防护网。尽管面对美国的种种挑衅，中国依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冷静和从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战略耐心，更是因为它拥有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核威慑能力。这种能力让中国在应对外部压力时具备了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总的来说，核武器在现代战争中虽然看似可怕，但它的存在反而减少了核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并不否认核武器作为国际关系平衡器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对付美国的王牌远不止这一个。比如，英国一位资深专家就曾指出，中国除核武器之外，另有王牌来对付美国。而这位专家所说的另一张王牌，就是中国反介入体系。近年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一套令美国感到极为棘手的反介入区域拒制体系。美国智库认为，中国的反介入体系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军事能力，阻止或延缓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介入，并在必要时剥夺他们在关键海域和空域的行动自由。这个体系的确立源自中国对自身地缘安全形势的清醒认识。面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广泛军事存在，中国明白，若要有效应对可能的军事冲突，必须拥有一套能够遏制敌方介入的战略体系。中国的反介入体系涵盖了从海洋到天空、从网络到太空的多重防御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军方开始系统性地提升导弹、潜艇、电子战等方面的能力，逐步构建起这个复杂而有效的体系。东风系列导弹，尤其是东风 21D 反舰弹道导弹，被誉为航母杀手，正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利器。东风 21D 的出现打破了美军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优势，使得美军不得不重新考虑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此外，中国还通过发展现代化的潜艇部队和水雷战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近海的行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潜艇的隐蔽性和打击能力，使得中国能够在必要时对敌方的海上力量实施有效打击，而广泛布设的水雷也能显著延缓敌方舰艇的行动速度，增加其作战难度。在空域和网络空间，中国的反介入体系同样显示出强大的威慑力。通过大规模部署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和电子战设备，中国能够有效限制美军战机和无人机在相关区域的自由行动。同时，随着网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应对美国全球化军事网络的攻击时，也展现出日益增强的防御与反制能力。这一体系的逐步完善，已经在战略层面上对美国的全球军事部署产生了深远影响。过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几乎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但如今，中国的反介入体系迫使美军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行动策略。美智库曾多次警告，如果爆发冲突，美军可能无法像过去那样轻松进入西太平洋的区域，因为中国的防御网络已足以在关键时刻破坏或延缓美军的行动。这张王牌让美国深知，任何对中国的军事冒险都将面临巨大的代价与风险。正因为如此，中国在面对美国的挑衅时，能够更加从容地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这不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存在，更是一种战略威慑，使得美国不得不在与中国的博弈中更加谨慎。2023年3月15日，中国参与了在阿曼湾海域进行的多国联合军演，解放军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如今的中国实力。同时，一个问题也再次被提了出来：哪国部队是如今中国解放军的对手？在众多的回答中，美国军方智库高参们给出的答案其实最为准确，也最让人们惊讶。每当谈论起有关中国解放军实力的话题时，总有一个事情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中国解放军的实战问题。中国解放军参与的最近一次军事战争是上世纪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到如今这长达40余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一场战争，这让不少人开始质疑中国解放军这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战争，等进入真正的战场还能有战斗力吗？虽然解放军已经40余年没有正式参加过战争，但解放军部队的实战训练这几十年间其实从来没有终止过。军事演练一直是和平时期我国锤炼解放军部队战斗力、提高士兵军事能力的主要手段。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直是我国解放军部队信奉的真理。反观很多国家的部队，即使真正上了战场，也无法做到如我军一般心性坚毅。经历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200多场战斗的美军，论参加战争的次数，可以算是现在全世界各国部队中的顶流。身经百战的美军却在参加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由于美军士兵害怕当地民众潜入到部队驻地报复，而匆匆撤军回国了。再把目光转向一直鼓吹自己士兵意志力强劲，将自身部队视作国家顶梁柱的日本自卫队。2011年3月，日本福岛遭受了里氏9级的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让福岛地区的主要核电站遭受到破坏。
本应前往福岛参与抗震救灾行动的日本自卫队，却被爆出因为害怕受到核辐射而拒绝了政府的军令的丑闻。由此可见，决定一个国家军队实际作战能力的，并不是这支部队参与战争的次数。除了军队士兵们的作战能力外，衡量一支军队实力的还有军事武器。大部分人对于军事武器的作战理解还停留在步坦协同空军打击这一概念，实际上这种武器概念的理解仅仅适用于二战前后。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80余年，现代化的军事武器也彻底进化成为我们认知之外的形态。没有强硬的军事武器，即使士兵们的斗志再高涨，战斗经验再丰富，也只会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之人。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号称世界第4军事强国，拥有100多万名久经沙场的士兵，但在美军现代化武器的降维打击下，甚至连美国士兵的面都没见到就被轰炸了首都。这种情况让我们不得不承认，决定一个国家部队战斗力底线的，永远是这个国家在军事武器方面的研究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论国家大小，大家都可以制造出符合作战要求的枪械和炸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很多小国已经彻底失去了军事武器的生产能力，只有一部分的国家才能生产出战争需要的飞机和坦克。到了今天，现代化的军事武器往往只掌握在几个国家的手里，甚至很多现代化军事武器都形成了一家独享的技术垄断局面。很多我们日常中感觉很先进的民生技术，其实都脱胎于现代化的军事武器中。智能手机必备的定位系统 GPS 就是美国军方的卫星定位系统，是为了给导弹精准定位才被研究发明出来的。维系互联网正常运转所必备的计算机，最早也是为了破译导弹发射路径和情报编码。可以说，全世界最尖端的技术都供给了军事武器。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大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也未落人后。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这几十年广义上和平时期，中国一直居安思危，从未放弃过对于军事武器的研究。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会重新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只能做好一切准备，保证武器的先进程度。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永远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手中没有剑与有剑不用永远是两个概念。最先进的5代战斗机，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的部队拥有，其中就有中国解放军。现代化对空防御最有效的反卫星武器，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的部队拥有，其中就有中国解放军。实现划地域超远距离打击的洲际导弹，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的部队拥有，其中就有中国解放军。核领域的真正话语权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有，还是有我们中国。如今的中国解放军还拥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高超声速导弹东风系列导弹，可以充分发挥出洲际导弹的个体性能。我们还发射了自己的卫星定位系统北斗定位系统，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突破美国在卫星定位系统领域中垄断的国家。同时，我国高度集中的军工生产体系也能够让这些武器大规模、高质量、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一旦进入到战争状态，我国如今完善的军工体系将会发挥出极其巨大的作用。中国解放军部队也将在这些现代化武器的武装下，将自身的战斗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拥有先进武器的又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就算抛去美国和俄罗斯，难道其他国家就没办法掌握现代化武器吗？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真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武器优势吗？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假如一个从未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国家突然获得了100架最先进的第5代战斗机，这个国家可以成为赶超中国的空军强国吗？答案只有2个字：不能。因为这个国家没有能力生产第5代战斗机一定要的战斗机燃油。如果有战斗机燃油呢？这个国家也无法给这批第5代战斗机配备相应的战斗机维修师。如果有战机维修师呢？这个国家也制造不出来战斗机日常维修所需要的标准化零件，更不要说战斗机的核心发动机和智能化系统了。就算将整架飞机的设计图纸全部交到这个国家手中，没有人手把手教，甚至都很难将这些飞机开走。所以说，中国解放军所拥有的强大军事武器背后实际上是夯实的教育与经济基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实现了几何式的飞跃，跨步成为了当今世界第2大经济体。雄厚的经济实力让中国的军备实力从当年的汉阳造拉近到了如今的世界顶尖水平。素有基建狂魔之称的中国，也在这几十年间疯狂地发展基建事业，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多条直通边界地区的铁路拔地而起。这些铁路直接打通了中国解放军各个战区之间的连接路线，也让各地的军事武器可以通过铁路以最快的速度投放到需要的地方。
无论是高原雪山、腹部盆地、荒芜沙漠，还是北原草场，发达的后勤运输投送体系都可以第一时间将军需送到解放军部队的手上。解放军现有的大型运输机和航母更是可以实现多层面立体式运输，将坦克、战机等大型军事武器直接输送到战场上去。如此庞大的军工系统所需要的是更加庞大的培养机制和技术支持，这就离不开我国众多的军工人才。中国作为现在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早已将上学接受教育当作常态。其实，中国在刚刚建立的时候，全国文盲率高达恐怖的80%，这就意味着10个人之中只有2个人会识字，更不要提受过高等教育。每一位国家领导人都把我国的教育问题当作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发起扫盲行动，并推行9年义务教育，确立公有制教育的地位。中国现在全民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让无数欧美发达国家瞠目结舌。我们习惯的教育情况，在优质教育被垄断的外国人眼中是那么美好，却又遥不可及。大力发展教育平等化、教育普及化的中国，如今也是拥有了接近180万的科研人员。这夯实的教育和经济基础，为中国解放军彻底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实力地基。通过这些方面的分析，美国的军事专家也不得不给出一个答案：世界上没有哪国的部队是如今中国解放军的对手。我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绝对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将强大的部队当作实现自己野心、向他国侵犯的手段。中国解放军部队永远只会保卫祖国、保护人民，永远不会依仗武力干涉他国内政，永远只会是一支维护和平的正义之师。